欢迎收听华瑞投资观点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美国房贷违约与法拍屋攀升之际，为何某些特定债券不仅没暴跌，反迎来逆势暴涨？更不可思议的是，美投7月即将实施的学贷新规，正逼着常春藤名校生放弃联邦贷款，转向私人银行借钱。这场由房贷压力与学贷政策改版交织的资金大重组，悄悄在债市引爆了套利风暴。为什么大家眼中的违约坏消息，在机构眼里成了稳赚不赔的黄金买点？被名校生塞满的私人学贷债券，又为何成为防御新宠？今天我们带你透过高盛的最新报告，看懂被严重低估的债市大机会。高盛指出，虽然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违约率仍高，且退伍军人部推出债权延期方案救市，但这无法阻挡即将到来的违约法拍潮。不过，这场法拍潮将直接驱动特定机构债券提前买回，引爆交换利差大涨。同时，高盛强调，在住宅房贷支持证券中，闭口式二顺位房贷的双 A 与单 A 级债券极具投资价值。在消费金融领域，7月学贷新规将刺激名校生转向私人借贷，推升学贷资产支持证券的配置吸引力。我们来细细拆解高盛做出这项强力预测的底层数据与结构化逻辑。首先是房贷延期方案失效与法拍启动攀升。高盛指出，虽然退伍军人部新增了部分债权计划，但历史数据显示，这对延期政策无法实质减少违约率，也无法减缓提前买回还款的步调。相反的，近期 FHA 的法拍启动率正持续攀升。华瑞认为，政策缓冲已无法压制实体债务压力，当法拍实质启动，服务商被迫以面额买回违约贷款，这将大幅加快低票面利率债券的提前还款速度，直接推升低票面 GNII 与 FN 交换利差价格，引爆特定债券逆势暴涨。其次是熊市平坦化下二顺位房贷的超额回报。高盛指出，近期殖利率曲线平坦化，让闭口式二顺位房贷的3A 级债券比传统 MBS 更具殖利率吸引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双 A 与单 A 级 CES 债券利差空间优于常规非合格房贷，是巨大的价值洼地。华瑞认为，在利率下行、债市反弹时，这类高息且具备良好担保的结构化债券将提供极佳的总回报，且今年部分 CES 合约将迎来可赎回阶段，为投资人提供提前变现的溢价空间。最后是7月学贷新规对私人借贷市场的强力催化。美国联邦与美东各州将在7月1日起实施学贷限制新政，大幅限缩高学费、高成本名校学程的联邦贷款额度。华瑞认为，这项新政切断了名校生依赖政府补贴学贷的退路。为了筹措常春藤盟校高昂的学费，家庭背景优质、未来还款能力极强的名校生被迫转向私人借贷，这将刺激下半年高品质私人学贷的发行量，进而提升学贷资产支持证券的底层品质，使其成为债市中健康的防御型高息资产。华瑞认为，市场最容易忽略的关键在于表面利空与结构化债券定价的认知差。大众看到房贷违约率高企、学贷新规定额时，直觉会认为实体消费崩溃、金融风险上升，因而恐慌抛售。然而高盛指出，房贷违约触发的法拍会强制服务商以面额100美元买回市价仅80多美元的低票面债券，这对债券持有者来说是现占利差的绝佳机会。而学贷新规逼迫名校生转向私人借贷，更是在源头为学贷债券注入了信用极佳的底层借款人。这种将危机转化为结构性转机的机制，正是散户集体看走眼的认知差所在。面对美国房贷与学贷大洗牌，华瑞认为，投资人需关注2个配置维度。第一，将部分防御资金向具备法拍买回加速效应的低票面 GN 债券以及 CES 双 A 与单 A 级结构化债券倾斜。第二，关注因新规受益的学贷资产支持证券，利用名校生优质的信用特征，建立高安全边际的防御组合。我们应将 FHA 的每月法拍启动率、美投私人学贷发行增速作为评估结构化债市拐点的核心指标。总结来说，这份高盛报告展示了结构化金融市场的独特魅力。法拍上升没摧毁债市，反成低票面债券暴涨的燃料。7月学贷新规也为私人借贷市场送去了最优质的名校生资产。
在全新配置时代，学会看穿违约背后的买回机制，读懂政策利空下的信用转移，才能在多变的市场中建立起最稳健的资产认知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